啊，你不要再用长料去做了，长料没有很好弄。欢迎来到魔剑队，我是雷系教师阿卢。如果是第一次看阿卢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哦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周2次的团练啦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练习的呢是一个盒子的零件。那为什么会练习它呢？是因为刚好可以练习到拔模，有没有？它这个地方带了一个8度的拔模。那以前呢，我们在做这种类型的零件的时候，常常会因为圆角的关系导致我们拔模失败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练习看看，要怎么样才可以解决掉那个拔模失败的问题。遇到广告的时候呢，可以多看10秒钟哦，这样能够帮助阿如持续创作更多精彩的内容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在画这种零件的时候啊，先画它的主体。那它的主体的话呢，你有没有看到它圆心定在这边？就是这边有一个 A， 这个是剖面的一个线，就是 A 的图在这边。然后呢，它这边又做了一个 B 的剖面线在这边，所以它把这个 A、B 交汇的中间点当做是什么？当做是一个圆点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在画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矩形定在这里。但是呢，中间矩形的点可能跟我们的 A 是呈现水平的，但是 B 就没有了，所以锁在 A 上面。那它是一个80乘以多少？到这边115哦，这边又接了一个圆，这边还有一个45度角。这么说，我们就是直接画一个这样子的形状。这边的除料啊，不要管它；这边的半圆的除料啊，也不要管它。这个我们下一个步骤再去做处理。好，甚至呢，这边的这一些什么圆形的、什么凸出来的圆点啊，凹进去的弧形啊，也都先不用管它。就是在你的眼睛里面，就只剩下专注的看它，就只剩下什么一个矩形，然后接上一个圆形，再一个斜线，这样接起来一个形状，去做长料。那它长料的高度呢，就是25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上基左边在这里往上做一个新平面，25的这个高度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去做除料。这除料就是上基准面的除料先做，有没有？这个 R25 的圆 ，R12 的圆，这个角度的做完了，换前基准面这里。那这个弧度好在这边 R25，它这个标注有一点特别啦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会稍微辛苦一点。好，但是没关系啦，还是可以搞定的。等一下我们做完上基准面的除料，我们就可以先加拔模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全部都画完，再回过头去加拔模也可以。所以处理的方式有很多，所以不用太过担心。那等一下这边直辖槽呢，我们可以用移动面来做处理，刚好练习一下移动面嘛，对不对？里面的话呢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热材。热材呢也有加拔模哦，他说总 total 是6，所以呢半边的话就会是3度，厚度呢也是3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那大致上我们的规划就是这样。好，上基准面先往上做一个新平面25，然后呢我们再上基准面来画。还记不记得它上面不是用一个 A 跟 B 嘛？它圆心定在这边，就是这边有一个 A， 然后呢，它这边又做了一个 B 的那个 A 在这里，然后 B 在这里，所以呢，我们画了一个矩形，不是角落，中心这样的矩形有没有？点跟我们的原点是水平的，这边的宽度呢是80，长度是不知道什么东西，长度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们做一下参考用的圆哦。按错了，我是要相切，我没有要变成建构线。R20，所以直径是40，你可以切换一下，切换成半径，有没有？这样，然后呢，圆对我们的边线拉下来，这边是多少？115。
好，然后呢，再来是给它一条斜线，这两个相切45度哦，这边45度。好，还有什么？还没有完哦，还没有完哦。哦，这边还有52，对吧？这里到这里到它的圆心52，好，这样就完全定义了。原始草图就长这样哦，你不要弄太复杂哦，就是尽量的越简化它越好哦。离开上基准面，再画一次参考图源。我要这个外框线，好去做修剪，剪掉我不要的地方，就变这样的形状了。再去长料，成型至某一面，平面1打勾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加这个部分的圆角。那这边的圆角的话呢，加在2个地方，就是这边有一个 R20的，然后呢左上角是 R12，其他的部分就不要管它。20、12，好，这边就完成了哦。再来的话呢，就变成是什么？做圆弧的涂料，那就从上基准，不是上基准面，平面1转正来画。我先随便画，一个呢是25，它是 R25，所以50转半径。一个呢是 R12，所以呢24转半径。好，再来的话呢是距离。他说这里的距离的话呢，圆心跟我们的圆点是垂直的。这里圆心到这一条片是15，有没有？那这样子大的这个圆呢就控制好了，换小的那个圆，小的呢直接锁在哪里？直接锁在这个点点上，这样就好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很简单了吧 ？OK。好，那我们就用上基准面画草图，参考图源，大圆，大的圆先做，除料，成型至下一面 ，OK。好，那平面1再画一次，换小圆，参考出来，除料，成型至下一面，打勾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形状轮廓渐渐的出来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加什么零线圆角8。这里1个8，2个8，3个8，4个8，然后回圈圆角嘛，回圈圆角慢点加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去做那个啦，拔模。好，那我们就做一下拔模。那他说要几度呢？8度。那起模方向在哪里呢？上基准面。分模线在哪里呢？好的，点一条，按右键。哎呀，我按太快了，抱歉。点一条，按右键，然后呢有一个选择回圈。拍谁再来一次哦？选择回圈啊，它的回圈是这样哦。这个有好笑啊！好啦，慢慢点。你跟我的想象中的回圈不一样，我想象中的回圈是这样，他想象中的回圈是这样绕一圈。天哪！那他说他那边的回圈的装饰圆角是多少啊？还有讲吗？好像没有呢。等一下再加它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有一个除料要做。那这个除料的话呢，就简单了一点。啊，怎么做呢？前基准面啊，一样画2个圆，这边1个圆，
啊，这边也一个圆。好，这样没有问题吧？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画一下。这边的话呢，50切换成半径，后面的话呢是多少呢？它 R15是不是？哦，那就是30切换成半径，对吧？好，还有一个小的，要不要一起啊？还有一个小的，这两个是除料啊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按到什么，这两个是建构线哦，就是转成除料。那这边的话呢是13乘以2转成半径。OK， 好，那就3颗圆咯哈。然后呢，开始标尺寸哦。他说呢，R25的圆呢，距离我们的上基准面多少？45。好，圆加上，你可以把它特征处打开，上基准面这边45。那位置的部分跟我们的原点垂直，呢？好，那这个 R13的圆的圆心呢，距离多少？17。所以呢，一样哦，圆打开特征数，上基准面17。那距离的话呢，他说是37.5。那37是跟谁？37你可以把原始草图草图1把它叫出来。圆转一下角度，跟这个点多少？37.5。OK， 好，这个就锁起来了。换哪里？换那个直径30、半径15的这个圆。他说它的高度是多少？26，不是25哦。如果是25，就直接锁在平面上。26，宽度呢？宽度好像跟我们的点是垂直的。呢？好，我整理一下草图哦，这样有点凌乱。好，就这样 ，very good， 打勾。那我们可以先做什么？先做除料的部分，前基准面，好，先把大圆参考出来，伸长除料，完全贯穿两者。然后呢，后面的这个它不是伸长除料，是旋转除料吧？对不对？旋转除料，那我草图6再加一个东西，加一条中心线。好，前基准面我们再画一次，参考图圆，小圆加线，参考出来，线转成建构线，修剪一下。我们用旋转除料，是 OK， 好，这样就切掉了。好像忘了加圆角，来回溯棒拉上来，拉太多了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先加多少？10。好，回圈圆角，回圈圆角，它有说是多少吗？好像没有呢，没有，可不可以自己设计呢？会不会太大？太大。这边的有回圈圆到多少？还有讲吗？好像也没有。好，自己来。好，那这个形状我们做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可以开始去做薄壳咯。转到下面，薄壳厚度是多少呢？薄壳厚度，他是不是也没讲？你为什么都不讲？有吗？没有，没有自己设计啊。好，薄壳厚度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去做那个曲面偏移，偏移曲面，好，去把我会用到的里面复制出来。
啊，比较辛苦一点啊，要点很多。OK， 好，这样就复制出来了。好，再来去做那颗圆球球，草图6叫出来。好，前期准面再画一次，参考啊，这个圆球叫出来，再给它一条中心线，修剪，剪掉我上面旋转长料啊，按错，什么都好，不要合并结果。哎，其实合并也没关系啦，有没有？这样长出一颗之后，里面多一颗，然后你就用曲面除料里面箭头朝内的不要切，好，这样就去掉了。用完的藏起来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外面有，里面没有；外面有，里面没有。好，是不是就轻松很多了？哦，以前这种形状就不好处理啊，啊，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你把它独立分开来去做处理的时候，就会变轻松了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整理一下特征数，这个是主体，然后呢，这个是OK， 好，这些完成之后，他说呢，这右边啊有去做那个直辖孔的除料，那你可以用平面1给它一条中心线，那中心线的长度呢是多少？20啊。位置的话呢，你可以把草图1叫出来，啊，很好用，你就跟草图1来去做尺寸的连接。这里哦，它不是跟它不是跟原点呢，好，那我先把这个删掉，它是跟草图啊，这边8、5 OK 吗？好，然后呢这边啊按到旁边了，手会抖，手一抖就歪了。好，那你看它跟这个圆心其实是一致的所以我不一定要跟它，我可以跟圆心水平，这样也可以了。OK， 好，那这个中心线我们来偏移图源，好，那加入尺寸的勾勾拿掉，两个方向勾起来，两端封闭也勾起来。他说这边是多少？1.5，打勾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是这边有往内缩的线。x5，这边再x5，我点到这个圆线了，点2下，修改。OK， 草图1我先关起来。好，那再来的话是长度，哦，一样也是x5。啊，过多定义了，它已经完全定义了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好，那我稍微调整一下尺寸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为什么要做那个中心线哦？好处我等一下告诉你们。参考，复制出来，除料，成型至下一面。然后呢，叫出我们的轴线，直线复制排列，立轴我要3个5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就是测量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点，什么？你先把测量叫出来，点加点，
这里的距离是5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所以呢，曲面那个移动面，这里我没放，我放在特征，移动面，点选这个弧面，然后呢，往力轴的方向移动5。哎，对不起，不是力啊，是 X 啊。把揪出版嘞，切换一下，好，这样就缩进来了。那这边呢也是一样啊，它变成差10了，对吧？好，那你就移动面，然后呢，打勾 ，OK， 好，那你可以转正看一下，检查一下啊，没问题，很棒 ，very good。那最后我们就来做那个热裁。那热裁怎么做呢？我们前基础面先剖开来，好，然后呢转正，有没有？那热裁这个地方不是这样吗？就是这边是平的嘛，然后呢倾斜，然后又平的。好，那不用担心，我们前基础面来画，先给它相交曲线，点一下这里的面跟这里的面，打勾。好，那这个相交曲线要干嘛呢？你可以把它转成建构线，再给它一条直线。小心不要点到中间点哦，要仔细看哦。那边拉一条出来，然后呢，就是接起来，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力的形状？然后呢，他说这里的高度点加上上基础面，这里是多少呢？6。那前面的部分呢？我先前后控制好。好，前面的部分呢是12。好，再来的话呢是那个角度。那它角度的话呢，啊，惨剧，这样12，对吧？对吧？好，没有错。好，再来这个点跟这个圆点垂直。OK， 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离开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可以拿来做热裁啦。箭头要朝上哦。厚度是3哦。拔模也是3哦。打勾。有没有？你不要再用长料去做了，长料不好做，长料没有很好弄。他说这边圆角多少？18，那你就帮他把圆角加上去啊。有没有这样轻松很多了吧？好，那你可以回溯棒拉上去，去加一些那个小的圆角啊，里面的修饰圆角。好，再把它拉下来。好，这边再去加圆角，会不会太大？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就很简单了吧？好，热裁的热 ，OK。那我们今天的这支影片呢，就到这边。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阿卢，我会尽量的回复每一位朋友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每周的团练就不会错过啦。